假如日本赢了太平洋战争，德国没被彻底打垮时，整个世界格局会被改写成什么样？真实历史里，日本输在哪？不是一两场战役，而是输在美国的工业能力和持久战意志。所以在这条平行世界线，我们先定几个前提。珍珠港袭击中，日本不仅重创太平洋舰队，还击沉了当时在港的1至2艘美国航空母舰，让美国在短时间内根本没有远洋反攻能力。中途岛战役，日本没有被情报反制，反而识破了美军的埋伏，一口气击沉多艘美国主力航母，把美国在太平洋的机动力量打残。更关键的是，在欧洲，德国没有像真实历史那样被拖死在东线，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没有出现那种决定性惨败，苏军反攻速度变慢，盟军迟迟无法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国必须同时面对太平洋被日本压着打，欧洲战场又被德国牢牢顶住，美国国内反战声浪开始高涨。我们为什么要为了欧洲，为了亚洲，去海的另一边送死啊？成为国内政治的核心争论。在这种压力下，美国没有条件打持久消耗战，而是被迫考虑，是不是要在太平洋先体面地输一次。真实历史里，美国是欧洲优先解决德国，再回头收拾日本。但在这个平行世界里，这条路线走不通了。东线战场上，德国虽然打不穿苏联，但也没崩盘，双方打成一条血腥拉锯线，谁也吃不掉谁。北非战场，德意联军没有那么快失败，英国孤军苦撑，美国支援有限。大西洋上，德国 U 型潜艇的狼群战术依旧对盟军补给线造成巨大压力，英国本土长期承受轰炸与封锁，几乎没有反攻能力。结果就是美国一旦把注意力从欧洲抽走，德国就能在欧陆稳住脚跟，而美国要在太平洋打翻盘战，就必须投入大量工业产能、舰队与航空力量。这时候，美国国内会出现一种可怕的政治现实：如果继续在太平洋硬干，美国会两头都输；如果接受停战，美国至少还能保住本土安全和半球优势。于是，一个在真实历史中从未被认真考虑的选择开始浮出水面，和日本有限妥协，暂时冻结太平洋战线。时间来到1943至1944年，在一系列海战失利、航母损失惨重、岛链防线被突破之后，美国国内的气氛发生了变化。华尔街、农场主、部分工业、资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我们要花多少条命、多少艘船，才能收回那些我们原本就没有的岛？最终，美国选择了一条在正常历史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路。美国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，包括菲律宾、关岛、威克岛以及一系列战略岛链。日本承诺不再向东推进到夏威夷以东，夏威夷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缓冲区。美国保留阿拉斯加与太平洋沿岸的绝对控制权，但放弃在亚洲大陆的军事扩张野心。这是一份看上去不体面，但对美国来说能止血的协议。美国没有被入侵，没有亡国，而对日本来说，这一刻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不仅打赢了一场战争，还用美国的退却，为自己在东亚铺好了一个维持长期帝国秩序的基础。那日本赢了，美国退了，德国呢？在这条时间线里，德国同样没有获得完美胜利，但也没有遭遇像柏林战役那样的彻底崩盘。苏德战争打成长期消耗，苏联虽然没有崩溃，但伤亡极其惨重，工业区多次被摧毁，战后重建压力巨大。英国在没有美国大规模登陆部队支持的情况下，一直被困在岛上。
只能维持空战与海战的防御，很难登陆欧洲反攻。德国吞并东欧，扶持一批附庸政权，建立所谓新欧洲秩序。于是战争最后并不是以德国无条件投降收场，而是以一场血腥到极限，各方都精疲力竭的停火协议结束。德国保住了对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控制权，成为欧陆帝国。苏联退回乌拉尔以东，维持一个残缺但仍然庞大的红色国家。英国继续作为一个海上老牌强国存在，但它面对的是一个无法轻易推翻的德国大陆霸权。这是一种轴心不赢到底，同盟也不输到底的局面。日本在东亚，德国在欧洲，两大帝国像两块巨大的铁板夹在中间，把苏联、英国和美国都挤进各自的角落里。到了1950至1960年，这个世界会长成什么样？大致可以分成3个力量集团。德意欧陆阵营控制德意志、东欧、中欧部分地区，建立一个高度军事化、民族主义的大陆帝国。它对外宣传的是欧洲自我统一，实际上是德国主导的政治经济控制。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包括朝鲜、台湾、满洲、中国沿海部分、东南亚诸国以及太平洋岛链，在意识形态上打着亚洲人的亚洲旗号，实际上实行资源掠夺型殖民统治。日本军部、财阀、官僚共同组成铁三角，用工业化和军国主义压住整个区域。英美苏联残存集团，美国退回美洲，自保为主，用经济发展和有限军力维持西半球优势。英国是一个不甘退场的老牌帝国，但改变不了现实。苏联虽然被削弱，却仍然是一个庞大、怀恨在心的社会主义大国，不断寻找机会在中东、南亚、非洲搅动局势。这不是我们熟悉的美苏冷战，而是一种更加复杂、更加危险的多极冷战。欧陆军靴踩在大陆上，日本舰队游弋在西太平洋，苏联在中亚与远东阴沉的旁观，美国躲在大洋另一端，既不甘心又无力改变一切。在真实历史中，战后科技爆发是由美国主导的，核武器、航天计划、计算机、互联网、硅谷。但在这个世界里，美国没输到一无所有，却也没赢到可以主导一切。真正有动力搞科技竞赛的是德国和日本。德国在航空、火箭、化工、精密、机械方面本来就有很深的基础，战后会加速发展导弹技术、喷气式飞机，甚至早期航天计划。日本控制了整个东亚的资源与劳动力，把满洲、朝鲜、中国沿海地区、台湾变成巨大的工业基地，自身则集中资源发展电子、造船、汽车与军工。为了压住国内外的不满，两个帝国都会积极投射一种科技优越感。看，我们不仅强，还代表了人类进步。于是，世界科技可能会加速发展，但它不是为了改善生活，而是为了维持帝国统治与军备竞赛。在文化层面也一样，全球电影中心不在好莱坞，而可能在柏林与东京。日语和德语成为很多地区的强制第二语言。亚洲年轻人长大后看的是日本拍的战争片、动漫和宣传剧，他们习惯于用日本的视角看世界。你吸的那个美式自由主义加英语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在这里从未出现。在这条时间线里，中国的命运会更惨也更复杂。日本凭借早期胜利，牢牢控制华北、华东与沿海城市，扶持一批傀儡政权，负责维持地方秩序、收税与治安。内陆地区可能存在残余政权或游击队，但缺乏外援，很难推翻日本的整体统治。德国对中国没有直接领土野心，
但会通过日本间接控制中国的市场与资源。这意味着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既难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，也难以像真实历史那样在战后找到工业化与国家重建的机会。没有新中国，没有改革开放，也没有中国崛起这个话题。在日本视角下，中国只是一个被分区管理、被工业化利用的巨大供给地，既重要又必须被长期压在一个可控的水平。如果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胜美国，再加上德国没有被彻底打垮，世界会变得更好吗？从结果看，这个世界可能有几个特点：科技发达，但更为军国主义化，很多技术是为战争和统治而生，而不是为普通人的生活服务。全球去殖民化大幅推迟，亚洲、非洲、拉美很多地区会在轴心或反轴心阵营之间反复被划分势力范围，民族国家要晚几十年才有机会真正站起来。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扩散得更慢，没有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，也没有那么多国际机构去协调冲突，大国用的是更直接的力量逻辑，而不是规则。中国、韩国、东南亚的命运更被动，他们不是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寻找空间，而是在日本、德国、苏联、英美残余势力之间艰难求生。所以这条世界线也许更加强者林立，更加热血残酷，但对普通人来说，很可能是一个精神和肉体更压抑的时代。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，日本赢了，美国退了，德国稳了，世界被几个庞大帝国分割管理，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帝国时代吗？还是宁愿回到我们这个相对开放的现实世界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